截止到2025年12月15号，泰柬边境的战局已经呈现单方面的碾压之势。泰国皇家陆军代号萨塔瓦的军事行动取得了决定性的突破，在东线战场，泰军已经完全控制了战略制高点百利夏高地，柬埔寨军队的防线面临全线溃退的危险。泰国空军的 F-16战斗机执行了精确打击，炸断了菩萨省内的胜利桥，彻底切断了柬军通往西部前线的补给大动脉。泰军的装甲部队正向着柬埔寨纵深推进。面对柬埔寨的溃败，华盛顿方面除了发布几份毫无约束力的外交声明以外，没有更强的表态了。而作为柬埔寨传统保护伞的中国政府，则保持着意味深长的战略沉默。这种反常的局面背后隐藏着巨大的地缘真相。我们必须要透过硝烟来看本质。那么2025年这场泰柬战争绝非是两国之间的历史夙愿，而是中国对抗美国在东南亚的影响力，进一步控制东南地区，并逐步取得胜利的关键一步。这场棋局的逻辑也非常简单，我们的政府呢正在默许泰国的扩张，来完成东南亚的地缘秩序的暴力重塑。泰柬战争呢是一次对美国同盟体系的定点爆破。泰国作为美国在亚洲的最古老的盟友通过这场战争就是交了投名状，彻底在安全和战略上倒向北京，使美国失去了在中南半岛最后的立足点。同时呢，战争也是对摇摆的小国像柬埔寨这样的一种教育。柬埔寨因为在中美之间过度投机而遭到惩罚，战后的金边将别无选择，只能重新依附于中国建立的安全框架。最关键的一点是，这一战略动作的长远目标是直指东海的。一旦中国通过这次战争稳定了东南亚的局势，打通了泛亚铁路和泰南路桥，便能彻底破解马六甲的困局。届时，解决了后顾之忧的中国将在东海和台海之间展开规模更大、层级更高的战略动作。本期视频，我们来浅析一下这盘东南亚的大棋看看我们的政府是如何借力打力，完成对东南亚的战略控盘的。那么，各位早上、中午、半夜起夜的观众老爷们，大家好，我是五人。咱们先来复盘一下战况，看看泰军进展到哪一步了。这次泰国的军事行动代号叫塔萨瓦，在泰语的意思里有世纪或者时代的意思。听这个名字泰国人就是想要划定一个新的时代目前战线分成两块，东线在百利夏高地那里地势险要，谁就能用炮火覆盖对方的平原。现在山头已经插上泰国的国旗了，柬埔寨的军队试图组织反击，但他们的火力太弱，战术也很老旧，反击的力度很差。西线在菩萨省方向，这里是这次战争的新爆点。泰军没有硬碰硬的攻坚而是玩起了断粮战术，炸了胜利桥，以此来戒断柬军的补给，也有谋求包围柬军前线部队的意图两军的装备上其实差距很大，泰国的 VT4 坦克可以轻易而举地压制柬埔寨手中的 T55 坦克，泰军装备了不少 F-16 战斗机，对柬埔寨更是碾压。这可以算作现代军队对冷战军队的降维打击。柬埔寨总理侯马内现在非常狼狈甚至扬言如果某大国不下场，就公布诈骗园区的股东名单。话说真要到公布了，总理府估计瞬间就会吃到天降的打击。现在金边内部呢人心惶惶，富商们开始把资产转移到新加坡，那个曾经意气风发的洪氏家族，现在就突然发现了如今的局面真是四面楚歌，孤立无援。这就引出了一个最关键的话题：柬埔寨是怎么混到今天这步田地的？很多人对柬埔寨的印象还是停留在中国最忠诚的小弟上，但实际上从侯马内接班这几年，金边的风向其实已经变了。这得从侯马内这个人的背景说起他是美国西点军校毕业的，喝过洋墨水，受过西方的精英教育。虽然嘴上还喊着中柬友谊万古长青，但是他心里的算盘打得很精他就是不想把鸡蛋放在中国这一个篮子里。过去3年，柬埔寨政府其实一直想在中美之间玩火，他们觉得中国依旧需要柬埔寨在东盟里当代言人，所以不管他怎么操作，中国都会兜底。同时呢，他又想拿着靠近美国作为筹码，跟北京要更高的价钱。最典型的呢，就是云乡海军基地的事儿。中国帮柬埔寨扩建了这个基地，本来大家都心照不宣了，这个地方以后中国海军是可以用的。但这几年，美国人稍微施加一点压力，给一点援助的承诺，柬埔寨就开始摇摆。他们一会儿说欢迎美国军舰到访，一会儿呢又以各种理由拖延中国对基地的使用权验收，甚至有些时候为了向西方展示独立性，故意把中国投资的一些基建项目停工审查。
更离谱的是，在处理电诈园区的问题上，柬埔寨就一直不管，因为电诈已经是柬埔寨的支柱性产业了。但是中国这边对电诈是很有压力啊，多次要求金边严厉整治。但柬埔寨那些利益集团跟洪氏家族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他们嘴上答应了配合，实际上就是抓几个小鱼小虾交差。真正的核心骨干其实是非常安逸的，这就让中国政府非常恼火。洪马内政府以为这是非常高明的外交手段，觉得自己可以左右逢源，两头通吃。他觉得中国离不开他，因为他在东盟有一票否决权啊。但他忘了一个最朴素的道理，当小国试图在大国之间玩平衡的时候，除非你有像新加坡那样的极高战略价值和操作技巧，否则通常只有一个下场，就是玩火自焚。中国需要一个听话的柬埔寨，但不需要一个贪得无厌还跟美国眉来眼去，甚至包庇电诈的柬埔寨。当泰国在那边磨刀霍霍的时候，北京可能就已经冷眼旁观了。这种沉默本身就是一种态度。中国在等吧，等待柬埔寨被打疼了，打到他真的知道谁才是靠山。说完了倒霉的柬埔寨，我们再看看泰国啊。如果你研究过东南亚的历史，你会发现泰国这个国家真是这个国家的生存智慧独树一帜啊。他们管这个叫竹子外交，顾名思义，风往哪边吹我就往哪边弯，我不跟风硬顶，所以我永远不会断。100年前，英法列强瓜分东南亚，泰国果断割地保命，成了唯一一个没有被殖民的东南亚国家。二战时呢，他看日本很强啊，立马就跪下结盟。日本一输，他马上倒向美国，而且借着冷战的东风，还有越战的机遇，泰国就成了美国最重要的合作伙伴。所以泰国永远只选赢家，而且转身特别快，毫无心理负担。那么2025年的今天，泰国为什么突然跳反？为什么他愿意跟中国走得这么近？因为泰国人闻到空气中的味道变了。首先是美国人靠不住了，特朗普再次上台后搞美国优先。今年9月，美国为了缩减贸易逆差，对东南亚搞了一波无差别的关税大棒。泰国作为老盟友，本来指望着能豁免，结果没给面子，经济损失是不小的。泰国人显然更生气，而且美国那边老是喜欢拿人权民主这套东西使劲敲打泰国的军政府和王室，你总动人家的根基，泰国高层肯定是非常不爽的。反观中国呢，太近也太强了。大家想一下，这场战争的爆发前3周，也就是2025年11月14日，泰国国王罕见的对中国进行了国事访问，而且穿得很正式哦。在外交圈，这种战前的高层互访，很明显就是寻求支持来了。泰国国王去北京，不仅仅是庆祝建交，更是在确认一个问题：如果我动手打柬埔寨，大哥你会不会插手？还有你想要点什么？中国给出的信号很可能是：只要你不全面进攻柬埔寨，不造成人道主义灾难，只要你配合我的大战略，比如修铁路啊、搞路桥啊，那么打仗就是你们家务事，我不干涉。这就是泰国敢动手的底气。而且泰国也想明白了，以后政治安全靠北京，经济发展靠北京，至于美国，就变成了一个跟中国政府讨价还价的筹码。泰国通过这场战争，其实就是向中国纳投名状，他在告诉北京，你看我比柬埔寨那个3心2意的家伙好用多了，我有枪，我有钱，我还能帮你干脏活。这么说可能有些人感觉不舒服，中国这么样搞是不是太冷血了？看着小弟挨打不管，以后还有谁跟中国混呢？所以说嘛，在大国的博弈棋盘上，其实只有利益和算计。中国默许泰国动手这一招，就是一石三鸟的阳谋。第一条就是借刀清理负资产。柬埔寨这几年的名声太臭了，你看现在泰军打着反诈扫毒的旗号炸过去，把边境那些园区一锅端，中国不仅不用背负干涉内政的骂名，反而还能在国内收获一波好感，这就叫物理反诈。第二鸟呢，就是重新建立规矩。这一仗打下来，柬埔寨就会明白一个道理：没有中国的强力保护，你连泰国都防不住。想在中美之间玩平衡，你还没有这个资格。战后，柬埔寨为了生存，只能更彻底的依附于中国。洪马内政府必须进行深度的内部清洗，把那些亲美的贪腐的势力清理掉，变成一个真正听话高效的盟友，这就叫做训诫。第三鸟呢，也就是最重要的一点，就是抓住了泰国这把金钥匙。各位地理学家可能应该清楚，泰国的位置太关键了。中国要打通泛亚铁路，必须要经过泰国；中国呢要搞路桥，绕开马六甲海峡，也必须要经过泰国。相比体量小、基础建设差的柬埔寨，
泰国才是必须要拿下的那个战略支点。就在前天，有个不起眼但极为重要的新闻，泰国交通部宣布，泰南路桥的项目优先考虑中国财团。这意味着什么？路桥一旦打通，未来中东的石油可以不走新加坡控制的马六甲海峡，直接从泰国南部陆运输送到中国。为了这条关乎国运的战略生命线，为了把泰国彻底绑在中国的战车上，牺牲一点柬埔寨的利益，这笔账谁算都是这个结果。所以明眼人看得到，这场战争结束后，东南亚的格局就变天了。首先，美国在这里的影响力就严重衰退了。泰国这个最老的盟友实际上已经跳槽，以后美国想在泰国搞大规模演习，想用泰国的机场做跳板，我看是悬了。特朗普的关税政策呢，已经把东南亚推向了中国，未来这里就是人民币的后花园。另外呢，日本的金元外交也没用了，这次日本想调停，没人听；想援助柬埔寨也运不进去。未来的东南亚将会出现一个中国影响力下的和平环境。另外，越南会变得非常老实了，因为他看到柬埔寨和缅甸都被代理战争修理了。而更深远的影响是，中泰铁路会加速建设，一旦昆明到曼谷、曼谷到新加坡的铁路打通，整个东南亚将从一个破碎的群岛变成一个大陆整体。但是上面讲了这么多，如果你以为中国只是卖点高铁、运点石油，那格局就太小了。稳定东南亚呢，只是第一步，中国真正的目光一直盯着东海。就好比打仗你想在前线大干一场，你必须要保证自己的后方是绝对安全的，你的粮道必须是绝对畅通的。我们设想一下未来的场景，如果台海的局势有变，美国想要干涉，通常的一招就是封锁马六甲海峡，切断中国的石油进口。但是现在呢，一旦泰国的路桥通了，泛亚铁路通了，马六甲海峡对中国卡脖子效应就废了一半，中国的石油可以源源不断的从陆运进来，这就让中国面对美国介入时有敢于打持久战的底气。从中南半岛的战略开始，马来、爪哇这些海岛地区也会逐渐被中国控制，中国呢就能按着他们的头来签署南海行为准则。到那个时候，南海就会变成中国的内海，届时呢，东海有战事，美国海军在南部海洋的纵深就彻底没有了。中国呢可以集中所有的海空军力量，在日本和台湾之间的东海地区对付美日联军。所以朋友们，2025年这场泰柬丛林之战，表面上看是两个邻居的恩怨，实际上则是东方巨龙在起飞前最后一次清理跑道上的碎石。柬埔寨以为自作聪明，在中美之间反复横跳，结果变成了杀鸡儆猴的那只鸡。泰国看懂风向了，交了投名状，成了中国战略版图里的先锋。美国看懂了，但是他面临的经济压力只能收缩，眼睁睁看着这片海域变色。这盘大棋呢，现在才下到中盘，接下来的2-3年才是真正见证历史的时刻。好了，今天的分析就到这里了。对于侯马内的作死行径，对于泰国的选边站，还有对于中国接下来的动作，你怎么看呢？欢迎在评论区留言，我们一起讨论一下。别忘了点赞订阅，我是五人，我们下期再见。